这绝对是2023恐怖片界的黑马呀！甚至还有网友说，这部投资1500万的影片，其中得有500万都用在了血浆上，怎么样？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刺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领略一下这部刚刚上映就拿到北美票房总冠军的恐怖片《鬼玩人崛起》。你们应该是地动山摇啊，3个熊孩子正在经历一场地震，但好在最终都有惊无险。然而正当3人刚将悬着的心放下时，3人里的老二惊奇地发现，这场地震把年久失修的地下车库震出了一个洞。顿时好奇心上头的老二想都没想，直接跳了下去。然而跳下去他就后悔了，因为这里不仅处处透露着阴森诡异，而且还挂满了十字架。更瘆人的是，十字架的下方还有一个破烂的石棺。按理说正常人看到这儿的第一反应就是撒腿就跑吧，可生性贪玩的老二就是不得了，他不但不跑，还在石棺旁瞎转悠。很快他发现了一个破布包裹，结果打开一看，好家伙呀，一个青筋暴起的书皮儿直接映入眼帘。老二一看，心想这也太酷了，当即就把这本诡异的书顺手塞进了背包里，临走时还顺走了旁边的一张黑胶唱片。回到屋内，他就带着姐姐一起研究这本诡异的书。然而正当老二伸手再次触碰鬼书时，却被书上的獠牙刺伤，鲜血瞬间涌出并滴落在鬼书之上。然而两人没有注意啊，鲜血正在被一点点的稀释。随后鬼书的獠牙缓缓打开，老二见状激动毁了，他再次打开了这本鬼书，不料里面却全都是一些长相恐怖且面目狰狞的恶魔图片。看得一旁的大闺女是心惊胆颤呐，当即就劝老二不要再看下去了，自己则被吓得转身离开。然而听话的孩子那还能叫孩子吗？只见老二嘴上喊着啊行行行，随后就回头继续研究。不仅如此，他还拿出那张黑胶唱片，作死的放在留声机上播放起来。殊不知此时老二的所作所为和自杀没什么区别啊。很快唱片里面的声音就传了出来，里面的人说这本书是一本鬼书，凡是打开它看的人，家里的长辈就会被恶鬼附身，不仅变得嗜杀，而且还是优先杀关系最近的人。紧接着一种听不懂的语言响彻全屋，但隐约能感觉到这似乎是启动某种仪式的咒语啊。总之就是越听整个人就越不舒服呀，越听就越觉得阴森恐怖啊。这才吓得连忙关掉留声机。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无论他怎么按下关闭按钮，留声机依然播放着唱片里的内容，就像是这场仪式一旦被开启就无法结束一样。与此同时，他身后那本鬼书无风自动，大楼外一股神秘的力量也席卷而来。而此时正准备去给老二洗衣服的母亲刚刚走出电梯，就被这股神秘力量重新撞回了电梯。紧接着还不等母亲反应过来，一根电线诡异的从天而降，瞬间拴住她的脖子，将其吊起。母亲见状拼了命的挣扎，试图将脚抵在电梯扶手，减轻脖子的负担。而揽生也好似善解人意，特地分出几根支线，将拉力均匀的散布在四肢。结果一个01版本的五马分尸就此达成了。下一秒，随着母亲的一声惨叫，整个大楼的电力瞬间崩溃。随后以为停电的几人在漆黑的房间中点蜡烛时，大闺女忽然发现黑暗的门口，母亲正以非常不协调的方式走进了厨房。殊不知此时他们的母亲已经被老二招来的恶魔附身了。这个女人并不是喝多了而被恶魔附身了，当然此时她的妹妹和她的3个孩子是不知道呀，还以为她是得病了呢，当即就要带着她去医院。结果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此时的电梯竟然坏了，楼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塌了。妹妹焦急地环顾四周，结果却发现此时怂姐已经没了呼吸。无奈他们只能将怂姐的尸体搬回房中。可这时怂妹的手机里却突然传来了姐姐的求救声。好家伙呀，怂姐竟然死而复生了！一时间怂妹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啊。但当她伸手朝怂姐摸去时，竟然发现怂姐全身居然热得烫手啊！于是赶紧把她放进浴缸里降温。可没想到下一秒，怂姐唰的一下飞身而起，像壁虎一样贴在了天花板上，紧接着一声嘶吼，然后就像体力被掏空一样，又直接掉进浴缸。但紧接着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Mommy's with the maggots now.只见此时已经变成吊盖的怂姐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扭曲着身体，拿着碎玻璃朝着怂妹不断的挥舞，最后直接插进她的手心，疼得怂妹也是嗷嗷直叫啊！与此同时，吊盖的大闺女站了出来，天真的她试图想用自己的爱将变成吊盖的母亲唤醒，殊不知大闺女的这招不仅没能唤醒吊妈，反而惹得吊妈扑倒了自己，然后又拿起了一旁的电钻，沾染上了自己的血液之后，准备插进大闺女的眼中。大闺女见状，赶紧闭眼扭头躲开，结果没有用啊，最终还是被电钻划伤脸。然而让大闺女意想不到的是，吊妈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传染她。
最终让他也变成吊哥的载体。紧接着，身后的老二见状，拿起椅子直接砸向变成吊哥的母亲，并救下了姐姐。黑暗中的吊哥伸出了一只手指，开始点起了麻花，点到谁就是谁。然而就在几人都吓得不轻怪的时候，门口走来了2个邻居。吊哥转身一看，顿时对他们来了兴趣，直接就扑了出去，一口就咬下了其中一人。然后在男人的惨叫中，一口82年的老痰就吐进了另一个人的嘴里。就这样，吊哥仅凭一张嘴杀死了2个男人。与此同时，怂妹趁机关上大门，将吊哥阻挡在了门外。怂妹躲在门口，从猫眼里查看外面的动向。只见此时外面的吊哥正对着整个楼层里的住户进行屠杀。一个胖邻居用贝雷塔一枪将吊哥喷飞了，可没想到就这伤害依然不能杀死吊哥。看到这儿，怂妹再也不敢往下看了。与此同时，大闺女和老二突然想到，这一切可能都是因为老二从地下室带出来那本鬼书引起的，于是2人在房间里大吵起来。当怂妹得知真相后，随即便在房间里面开始研究这本鬼书。殊不知还不等怂妹研究明白呢，大闺女这边又出事了。只见她的鼻子中突然就流出了黑色液体，紧接着黑色液体又顺着她的五官流了出来，显然她这是中招了呀。更瘆人的是，她从口中还吐出了一堆蛋白质。与此同时，门口的吊哥用着母亲的口吻对着3女儿说：“三三乖，开开门，让妈妈进呀，妈妈好想三三了呢。”就这样，心地单纯的3女儿竟然还真就帮助母亲打开了大门。怂妹听到声音不对，立刻就赶来查看。最终，他们在几人合力之下，终于将吊哥又重新的关在了门外。然而，当怂妹路过厨房时，却又看到了令她毛骨悚然的一幕。友情提示：以下画面请勿模仿。他将玻璃放进舌头里，开始用舌头搅拌，吃得津津有味啊！而且吃下去的碎玻璃几乎要刺穿他的喉咙。这样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下去。就当怂妹想要上去劝时，大闺女突然发起了攻击。只见她捡起掉在地上削土豆丝的擦子，朝着怂妹的腿肚子这么用力的一擦，2个字儿好使。怂妹也不甘示弱，拿起一旁的铁锅用力一甩，大闺女当场被砸晕。然而此时已经变成吊哥的大闺女哪有这么好对付呀？只见她刚刚躺在地上，又重新站了起来，而且直奔老3而来。结果老3却歪打正着，用手中的木棍给大闺女来了个透心凉啊！随后几人将大闺女的尸体捆绑起来放在了床上，然后怂妹决定回到房间重新听完黑胶唱片里面的内容，她希望能够在这里面找到解决的办法。然而在她戴着耳机专心听唱片里的内容时，身后的天花板上有一道身影缓缓地爬了出来。下一秒，怂妹突然透过镜子的反射看到了自己背后的鬼影，而这个鬼影不是别人呐，正是已经变成吊哥的姐姐。怂妹立刻就丢下了耳机躲到了一旁，而吊哥则将指甲当作留声机，嘴巴当作喇叭，让怂妹继续听里面的内容。结果怂妹实在受不了了，忒诡异了，当即一刀就插在了吊哥的脖子上。结果这对吊哥来说就是挠痒痒啊，直接被吊哥从屋内扔了出来。紧接着自己就被吊哥摁住了手脚。就在吊哥想要对自己下手时，躲在床底下的3女儿向怂妹丢出了一把剪刀，结果剪刀之后一刀插进了吊哥的鼻孔之中。吊哥懵了，几个意思呀？强制做核酸呢？紧接着怂妹趁着吊哥发愣，就想带2个孩子一起逃命啊！结果3女儿却在此时告诉怂妹，在怂妹被吊哥扔出来之前，老2就已经和被鬼附身的老大同归于尽了。一听此言的怂妹来不及伤心，赶紧拉着3女儿向外面逃去。结果当他们来到外面时，看着满地的尸体啊，瞬间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此时已经来不及多想了，随手捡起邻居手上的枪，打算扭头就走啊。结果就在这时，吊哥又追了上来，怂妹吓得当即就是一枪，这一枪直接打掉了他的大腿。紧接着又是一枪，打断了他的胳膊。殊不知此时的吊哥确实不能动了，但原来那些地上已经死去的尸体却都动了起来。而且看架势，他们几个恶灵是打算铠甲合体，变成一个更加可怕的怪物呀！看到这儿，怂妹怂了，当即带着老3逃进了电梯。最终电梯关上，电力也恢复了。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更加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只见电梯的地板下不断的冒出红色液体。此时2人不但被困在了里面出不去，而且电梯顶部还有多个手臂在上面跃跃欲试。还好红色液体充满电梯之后，便瞬间爆开，将2人给冲了出去。等2人醒后，已经是身处地下车库，他们连忙爬起来，冲进汽车里面，打算开车逃走。殊不知此时他们的汽车轮胎已经陷入地下，无法动弹。但是眼看身后合成的新吊哥马上就要追来了，他们只能暂时躲在汽车旁边，看着不断逼近吊哥，他们硬着头皮趁着地下车库的卷帘门即将关上时冲了出去。结果刚冲出去的老3又被吊哥抓走了。愤怒的怂妹见状，一脚踹开了旁边的小门，冲了回来。就在老3即将命丧黄泉时，怂妹及时赶到，用
手里的枪救下了老三。然而就在松妹准备继续开枪时，调调扔过来的电锯把松妹吓得从车顶摔了下来。紧接着调调来到松妹的身前，抓住了松妹的大腿，就准备往粉碎机里塞呀。眼看松妹即将要被炸成汁儿时，一旁的老三急忙关闭了开关，救下了松妹。松妹脱身之后，捡起地上的电锯，让老三重新打开粉碎机的开关。随后，松妹提着电锯将调调推进了榨汁机里，将他们全部都榨成了汁儿啊！就这样，身为不死之身的恶魔没了。注意啊，我是说没了，不是死了。虽然此时松妹和老三逃走了，可这栋大楼的其他住户可就要遭殃喽。影片到此结束。其实啊，这本鬼书里封印的都是古代几人弑亲的恶魔，凡是被这些恶魔附身的人，那都会第一时间先杀了自己亲人。如果暂时没有亲人可杀，那就见谁杀谁。总之就是2个字：生性好杀。Goodbye, everyone.